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小舅子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，我看他可怜，私下让公司人事给他安排好岗位。为了照顾他的面子，我没有跟他说这份工作靠的是我的关系。接到通知后，小舅子很是开心，请我和老婆出去吃饭。席间，他看着我前几天因救人而受伤的胳膊，说道：“姐夫，你都这样了，就别上班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回我爸妈家住吧。”我皱眉说道：“医生说再养1个月就能拆石膏了，我还能远程处理工作。再说，就算养伤，我也还是会住自己的房子，不想换地方。”没想到小舅子却急眼了。这房子明明是我的，之前上学住校借给你住，现在我出来工作了，你就别老站着了。我满头问号，房子明明是我婚前买的，什么时候成他的了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以为小舅子读书读傻了，耐心解释道：“小静，这房子是我婚前买的，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怎么可能是你的呢？”小舅子顾小静却冷笑一声：“什么我的你的？你娶了我姐，你所有的东西就都是我姐的。你们结婚时，她就已经答应把这套房子给我了。我怎么不知道顾小雨还做过这样的承诺？”我有些生气，看向坐在一旁的老婆。顾小雨盛了一碗鸡汤，轻轻放在我面前。明宇，小静一个男孩子在外面住我不放心，而且你养伤也需要人照顾。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，要不你就辞职搬去我爸妈家住，到时他们也能照顾你。我的心一沉，想起之前他和我说过他爸妈最宝贝这个小儿子，我以为只是他父母这样，没想到他也是个伏地魔。小舅子看我没有反应，又接着说：“你别不知足，当初结婚我姐可是带了10万块钱的嫁妆，那笔钱还是我姐怕你吃亏，专门补偿给你的房款。要我说，男人结婚还要钱，真是丢脸，当初1分钱都不该给你。”我忍不住笑了。顾小静，10万块钱就想买我那套市中心的房子，你算盘打得可真好。而且你别忘了，我和你姐领证第2天，你就缠着他给了你20万旅游基金，里面除了那10万，我还又贴了10万进去。顾小雨的脸瞬间白了，他肯定没想到我会直接当着小舅子的面说出来。小舅子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疼得跳了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你吃了我们家的饭，就得听我们家的话，别忘了你可是外地来的，在这里无亲无故，要是得罪了我们，看你怎么过。”听到小舅子这么说，顾小雨的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对着他喊道：“小静，怎么对你姐夫说话的？”没想到小舅子更来劲了：“我怎么说话了？他一个外人，凭什么占着我的房子？当初我是看在姐你的面子上，才把房子借他住，谁能想到他竟然想鸠占鹊巢。”“小静，你说什么呢？”顾小雨终于急了。“我说错了吗？”小舅子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我将来可是要在大公司工作的，不像姐夫是个手脚不便的伤员，占着岗位干不了活，等到时被公司优化掉，还不是得滚回乡下。”听到这里，顾小雨并没有继续制止小舅子，反而小声劝我：“明宇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小静她就是心直口快，心直口快，嚷嚷着要把受了伤的姐夫从自己房子里赶出去，这叫心直口快。看来顾小静这工作是不想要了。”我不想跟他争吵，扔下一句“房子是我的，谁也别想动”，便起身离开，完全不理会身后小舅子的叫骂声。
到家刚坐下，门铃就响了。开门一看，竟然是丈母娘张桂芳。看来这一家子是计划好要一起上了。丈母娘站在门口，假装热情地说：“明宇，你看你这胳膊伤还没好，我这次是专程来接你，你快去跟你们领导说你不干了，收拾收拾，跟爸回家。”还没等我说什么，小舅子就从他身后挤了进来，直奔我的卧室。你干什么？我刚想追上去，就被丈母娘一把拽住。还能干嘛？当然是找房产证。这房子本来就该是我们家的。我心中一惊，小舅子是怎么知道我把房产证放在哪儿的？难道是顾小雨告诉他的？正想着，我看到他已经拿着房产证从卧室走了出来。我甩开丈母娘，冲上去想夺回来，没想到小舅子竟然抱着房产证往地上一趴，开始嚎啕大哭。大家快来看啊！新姐夫欺负小舅子了，仗着自己有钱就想霸占我的房子，欺负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算什么本事？这时顾小雨回来了，看到这场面，立马拉住我：“明宇，你别激动。”我瞪着他：“你弟弟在我家翻我东西，你不管他管我。小静他还小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”没想到他会这么说，我的声音有些发颤：“都22岁了，还叫小？顾小雨，就算他还小，但这是我的房子，他凭什么抢？”小舅子哭得更厉害了：“什么叫他的房子？你娶了我姐就是我们家的人。”丈母娘也在一旁添油加醋：“是啊，明宇，你这思想有问题，都一家人了，还分什么彼此？”我感觉血压在飙升，腿上的伤口好像也在抗议，一阵阵刺痛涌上来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房子我不会给。我指着门口，立刻把房产证还给我，然后滚出我家。小舅子不但不起来，反而在地上打滚。大家来看啊，这个男人要赶我们走。我姐怕我工作辛苦给我买的房子，他刚娶我姐就要霸占。因为刚刚的动静，已经有不少邻居站在楼道里看热闹。听到小舅子那番话，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开始窃窃私语，边说还边对着我指指点点。顾小雨见此，赶忙蹲下来扶小舅子：“小静，乖，别伤心了，你看你眼睛都哭肿了。明宇，你就别说这么重的话了。”我的心彻底凉了。他在心疼他弟弟在地上哭闹，却不心疼我一个伤员被逼成这样。我冷笑一声：“行，顾小雨，你现在就去把房产证要回来，否则明天我就找物业保安把你们一家子都轰出去。”我转身回卧室，砰地关上门，反锁。门外立刻传来更尖锐的哭嚎声：“你算哪根葱？敢让我姐这么对我！”丈母娘也开始不断拍门：“明宇，你开门，我们好好谈谈。”砰砰砰的声音震得我头疼。“明宇，你出来，我们好好商量。”顾小雨也在敲门。我戴上耳塞，蜷缩在床上，胳膊上的伤隐隐作痛。过了一会，门外没了声音。今天这一闹，我打定主意，等明天去公司，就让人事把发给他的入职通知收回来。因为身体不舒服，我没再多想，便沉沉睡了过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一阵刺耳的电钻声惊醒，门外传来小舅子的声音。我心中一惊，他又在做什么妖？开门的瞬间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小舅子竟然找来了开锁师傅，正在强行换我家的门锁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没经过业主同意就换锁是违法的。我冲过去想阻止，师傅听到这句话，立马停下手里的动作，看向小舅子：“兄弟，你不是说你是这家的业主吗？”正在看电视的丈母娘突然挡在我面前，一把推开我：“我们就是业主，
你别没事找事！我措手不及，身体重重撞在墙上，胳膊瞬间传来一阵剧痛。顾小雨从厨房跑了出来，看到我这个样子，对着丈母娘吼了一句：“妈，他身上还有伤，你怎么能推他？”我心里稍感安慰，这次他终于站在我这边了。可下一秒，他却转过头看着我，眼神里全是不耐烦。都伤成这样了，你就不能安生点吗？安生点？我只是想保护自己的房子，他叫我安生点。我看着顾小雨，想到他在婚礼上说的那些誓言，原来再多的誓言，在他弟弟和妈面前全都是狗屁。趁我们说话的功夫，开锁师傅已经换好了锁。小舅子接过新钥匙，在手里得意地抛了抛。看到了吧，这房子以后就是我的了，没我的允许，你永远都不能进这个家门。识相的，你现在就主动去辞职，然后跟我妈回乡下去，到时有人照顾你，你还能舒服些。不然，我就让我人把你绑回去，到时你无故旷工，公司照样开除你。丈母娘在旁边一脸厌恶地说：“明宇，要不是你非要折腾，我们也不用花这冤枉钱。”我扶着墙，感受着胳膊传来的阵阵疼痛。我看着眼前这3个人，突然笑了。我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好，我现在就去公司办离职。”小舅子眼神闪烁了一下，没想到我会这么痛快答应。顾小雨的脸色有些犹豫：“明宇，你别冲动。”冲动！我打断他：“我一个伤员被人推倒撞墙，差点残废，这叫冲动？”小舅子叫嚣道：“装什么装？你以后就是个全职家庭主妇，我姐让你往东，我看你还敢往西。”丈母娘也附和道：“这样好，男人成了家就应该安分点，少想些没用的。”我拿着手机和公文包走到门口时，我看到顾小雨站在那里，欲言又止。我停下脚步，等他说些什么，可他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可惜了，连最后的机会他都把握不住。没想到我刚要走，顾小雨突然拉住我的胳膊，脸上露出虚伪的关切：“明宇，你先跟我妈回去，等我劝劝小静。”还没等我甩开他的手，小舅子就过来一把夺走我的包，粗暴地拉开拉链，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全都被倒在地上。他捡起我的银行卡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听说你们离职还会搞什么聚餐，真是浪费！你的钱都是我家的，没我姐的允许，你1分钱也别想花。”说完，他又用力踩在我掉落的手机上，咔嚓一声，屏幕碎了。不工作，这手机也没用了。以后每个月就让我妈给你100块钱现金花花。我转头看向顾小雨，她却一言不发，别过头去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最后一点温度彻底消失了。他们一家3口合力把我推出门外，然后把门重重关上。我站在楼道里，听着门内传来他们庆祝的声音。小舅子大笑着说：“终于消停了。”丈母娘也在里面嚷嚷：“小雨，你看看你这个老公，都是你平时惯的，等他跟我回去，我得好好教教他怎么做一个好女婿。”只有顾小雨的声音有些犹豫：“这样是不是太什么太？”小舅子打断他：“就该给他点颜色看看。”我靠着墙壁，伤口处还在隐隐作痛。电梯门开了，我步履蹒跚地走了进去。来到楼下，一阵寒风吹来，我缩了缩脖子。这一家子这么对我，只是让顾小静丢了工作，根本不能消除我心中的恨意。突然，我想起大哥前2天说要来这边出差，于是走向小区门口的便利店。店主是个50多岁的大叔，
昨天也围观过我家里的闹剧，看到我后，对我露出一个同情的表情。我声音沙哑地问道：“请问，能借我打个电话吗？”他点点头，忙把电话推向我。我颤抖着拨通那个最熟悉的号码：“哥，有人要霸占我的房子。”电话那头立刻传来我一个深沉的声音：“给我地址，我马上到。”半小时后，5辆黑色劳斯莱斯排成一排，停在小区门口。为首那辆车牌号是5个8。我哥陆浩哲从车上下来，身后跟着2个黑西装保镖和一个拎着公文包的男人。他大步走向我，脱下身上的羊绒大衣披在我身上。看到我的样子，他的眼神瞬间结冰。谁干的？我指了指楼上，他们在上面。大哥转头对身后的男人说：“王律师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5分钟，我要他们连人带行李滚出我的视线。”王律师带着2个保镖上楼，不到3分钟，刚刚还在得意洋洋讨论装修方案的顾家3口，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。门一开，小舅子还没反应过来，王律师直接亮出了工作证：“我是陆氏集团的法律顾问，现在代表陆先生前来处理房产纠纷。”王律师淡定地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，这是房产证复印件，业主是陆明宇先生。你们刚才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侵占他人财产，现在请立即搬离。小舅子的脸色变了。陆明宇？不可能，他就是个普通员工。这时丈母娘也凑过来，看到文件上的名字，脸都白了。明宇他怎么可能？王律师冷冷地说：“陆明宇先生是陆氏集团董事长的亲弟弟，身家过亿，你们一家子胆子不小，敢对陆家的人动手。”小舅子腿一软，差点摔倒。不可能，他要是有钱，为什么要娶我姐？因为他当时以为你姐是真心爱他的。王律师的声音带着嘲讽。可惜，有些人不配拥有这样的真心。当初我怕自己的家庭背景会让顾小雨自卑，特意隐瞒了自己的身份，没想到让我见识到了这一家子的真面目。就在这时，小舅子的手机响了，他心不在焉地接起来：“喂，什么事？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声：“请问是顾小静先生吗？我是华德科技人事部的，关于您的入职通知。”小舅子眼睛一亮，立刻得意地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我就是顾小静。很抱歉，由于您的个人品行问题，我们公司决定撤销您的入职通知。”小舅子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什么？为什么？根据我们的调查，您的简历存在多处造假，而且品行恶劣。我们华德科技不录用品行不端的员工。不可能，我的简历没有问题。小舅子声音发抖。另外，我们还收到了您恶意抢夺他人财产的举报，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。顾先生，请您不要再联系我们公司，我们已经将您列入黑名单。电话挂断了，小舅子手机从手里滑落，摔在地上。王律师嘲讽地说：“华德科技，那不是陆氏集团的子公司吗？陆先生一句话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在相关行业找到工作。”小舅子可能做梦都想不到，我虽然是外地来的，但家人因为担心我，特地在这边给我开了一家公司。保镖直接走进屋内，小舅子想阻止，被保镖轻松制住。王律师又递给顾小雨一份文件，这是离婚协议书，陆先生已经签字了。另外，这是对你们一家人的起诉书，罪名是非法侵占他人财产，故意伤害伤员。顾小雨看着文件，
脸色苍白如纸。明宇他真的是陆氏集团的人。废话少说，收拾东西滚蛋！保镖冷声说道。5分钟后，这里不能再有你们的影子。小舅子彻底慌了，跪在地上抱着王律师的腿哭。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要是知道他是陆家的人，打死我们也不敢啊！我的工作没了，我的前程没了，求求你们，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！王律师厌恶地甩开他。机会？刚才你们推伤员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给他一次机会？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。丈母娘也慌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们愿意道歉，愿意赔偿。”道歉？王律师冷笑：“你们配吗？而且陆先生已经决定，从今往后，你们一家人都会被陆氏集团的所有合作企业拉黑，别说找工作了，就连租房子都困难。”他们一家3口被连人带行李扔出了楼道。小舅子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丈母娘脸如死灰，顾小雨整个人像丢了魂一样。我坐在车里，隔着车窗冷冷地看着他们。大哥握着我的手：“腿还疼吗？”我摇摇头，但心里某个地方还是隐隐作痛，不是身体的疼，是心的疼。我曾经那么爱顾小雨，以为他会保护我，却没想到他会亲手把我推向深渊。哥，我们走吧。车子启动的瞬间，我看到顾小雨冲向车子，拼命拍着车窗。明宇，你听我解释。他哭得像个孩子，但我再也不会为他心软。1周后，我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，没想到小舅子来了。我正在开会，男助理慌慌张张地跑进来：“陆总，楼下有人闹事，说是您的家属。”透过办公室的落地窗，我看到小舅子站在公司大厅里，手里举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“黑心老板逼死穷学生”。他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看起来很是可怜。周围围了很多员工，都在窃窃私语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听说是陆总的小舅子被赶出家门了，看起来好可怜啊，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。我冷笑一声，拿起手机开始录像。下楼的时候，小舅子看到我，立刻开始他的表演。姐夫，你终于出现了！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求求你，给我一条活路吧！围观的员工们纷纷投来同情的目光。陆总，他看起来真的很可怜，要不算了吧，毕竟是一家人。我举起手机，对准小舅子，大家看清楚了，这就是职场碰瓷的经典案例。小舅子脸色一变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我当然是要录下你的精彩表演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字都带着含义。顾小静，你刚才说我是黑心老板，那你告诉大家我怎么黑心了？小舅子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你把我们赶出家门，我们无家可归。还有……”他突然想起什么，声音变得更加尖锐：“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，你一句话就让我失业了，这不是黑心是什么？”哦，我冷笑：“是你霸占我的房子。我只是赶走非法侵占的人，而且那天是谁推的我？是谁让我差点残废？”围观的员工们听到这话，表情开始变化。推伤员，这可是大事了。小舅子慌了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”我调出手机里的录音，那你听听这是什么？录音里传出小舅子的声音：“你个臭小子，凭什么占着我的房子？我将来可是要在大公司工作的，你一个手脚不便的伤员，占着岗位干不了活。”员工们的脸色彻底变了。天哪，他竟敢这么对陆总说话！他不知道整个公司都是陆总的，这哪里是可怜，分明是恶人先告状。
小舅子看到舆论风向不对，立刻改口：我当时是气糊涂了。我笑了。你不是说我会被公司优化掉吗？现在看看是谁找不到工作了。至于你的工作，我停顿了一下，本来就是我给的，现在我收回来有什么问题？不过大家想知道他为什么一直找不到工作吗？员工们纷纷点头。我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背景调查报告，要不要我当众念一遍？顾小静，22岁，三流大学毕业，在校期间挂科7门，补考才勉强毕业。实习期间因为偷懒被辞退，推荐信是他自己伪造的，英语4级证书是 PS 的，计算机2级证书也是假的。员工们倒吸一口冷气，天哪，这人品也太差了吧！学历造假还有脸来闹，这种人活该找不到工作。小舅子彻底慌了，想要逃跑，却被保安拦住。陆总，现在怎么办？我看着狼狈不堪的小舅子，心里没有一丝同情。报警吧，扰乱公共秩序，诽谤他人名誉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小舅子被拖走的时候，还在声嘶力竭地喊：我不服，我就是看不惯你们有钱人欺负穷人，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看着他被拖走的身影，心里涌起一阵厌恶。这种人永远不会反省自己的错误，只会怪罪别人。小舅子因为在公司闹事诽谤被拘留后，我过了几天清静日子。这天下午，助理敲门进来，表情有些为难。陆总，顾小雨和他母亲在前台，说无论如何都要见您一面。我眉头微蹙，但还是说了句：让他们上来吧。几分钟后，顾小雨和丈母娘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，两人都憔悴不堪，丈母娘脸上再无半分嚣张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哀求和惶恐。一进门，丈母娘就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。明宇，不，陆总，求求您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小静吧，她还只是个孩子，不懂事，她要是留了案底，这辈子就毁了啊！顾小雨也红着眼圈，声音沙哑：明宇，我知道我们错了，错得离谱，我们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你受的伤。但是小静他毕竟是我唯一的弟弟，求你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，跟警察说一声，这只是个误会，好不好？我坐在办公椅上，冷冷地看着他们表演。放过他，我轻轻开口，声音里不带任何温度。我没有抓他，抓他的是法律。他来我公司大厅，举着牌子公然诽谤我，扰乱公共秩序，这些都是他自己做的事。可只要你一句话，他就能出来的。丈母娘急切地爬过来，想抱我的腿，被我侧身躲开。我看着顾小雨，你让我看在过去的情分上，那好，我问你，当你们一家人把我推出家门，让我一个伤员流落街头的时候，你们看过我们过去的情分吗？当你弟弟骂我站着岗位干不了活，害我差点残废的时候，他看过我是他姐夫的情分吗？当你们理直气壮地换掉我房子的门锁时，你们谁看过一丁点的情分？我的话像一把把尖刀，刺得顾小雨脸色惨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丈母娘还在哭嚎：是我们猪油蒙了心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给你磕头，只要你肯放过小静，让我们做什么都行，做什么都行。我笑了，好啊，那你们现在就去警察局自首，告诉警察你们之前是怎么合伙侵占我的房产，怎么故意伤害我的，你们做得到吗？母女二人瞬间噤声，脸上的表情精彩纷呈。我站起身，走到他们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，你们看，
你们所谓的做什么都行，前提是不损害你们自己的利益。你们的道歉和求饶从来都不是因为你们真的认识到了错误，而是因为你们害怕承担错误的后果。顾小静的未来是她自己亲手毁掉的，从她伪造简历骗取工作机会开始，从她蛮横无理对待家人开始，从她藐视法律公然诽谤开始，每一步都是她自己的选择。我不会撤诉，更不会去求情，她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我一字一顿地说，这是我能给她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堂课。你这个狠心的男人！丈母娘见求饶无望，终于露出了本性，面目狰狞地骂道：“你就是要逼死我们一家，你不得好死！”保安，我懒得再和他废话。2个保安迅速进来，架起撒泼的丈母娘和失魂落魄的顾小雨，将他们拖了出去。办公室里终于恢复了安静。我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那2个狼狈离去的身影，心中再无波澜。我知道这场纠缠该结束了，而他们的绝望只会催生出更疯狂的报复。2个月后，我正在处理工作，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顾小雨打来的。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紧张。明宇，我们能见个面吗？就我们几个人，好好谈一谈。我冷笑一声，谈什么？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？明宇，你别这样。他的声音带着哭腔。我知道之前是我们不对，但是我们毕竟是夫妻，有些事情总要解决的。我想了想，也确实该彻底了断了。好，什么时候？在哪里？今天晚上7点，金汇大酒店2088包间。我挂断电话，心里已经有了预感，这一家子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肯定又在打什么主意。我拨通了大哥的电话，简单说明了情况。妍妍，你小心点，我让人跟着你。大哥的声音里带着担忧。晚上7点，我准时来到金汇大酒店，刚走到2088包间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来激烈的争吵声。妈，这样真的行吗？万一他不答应怎么办？是顾小雨的声音。不答应？丈母娘冷笑，他敢不答应？我们手里有他的把柄，他必须答应。就是，小舅子顾小静也在里面，姐夫这么有钱，分我们一半不过分吧？我心中冷笑，推门而入。包间里，顾家3人正围坐在圆桌旁，看到我进来，立刻停止了谈话。顾小雨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：“明宇，你来了，快坐。”我没有坐下，而是站在门口，冷冷地看着他们。说吧，叫我来有什么事？丈母娘清了清嗓子，装出一副和蔼的样子：“明宇啊，我们叫你来，是想和你好好谈谈财产分割的事。虽然你们离婚了，但是小雨跟了你这么久，总得有个说法吧？”说法？我冷笑：“什么说法？离婚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，各自分割各自的财产。”小舅子顾小静突然站起来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我姐为了你，青春都搭进去了，你就给这么点钱打发她？”我看着眼前这3个人，心里涌起一阵厌恶。你们到底想要什么？丈母娘终于撕下了伪装，直接说道：“我们要求重新分割财产，你的所有资产，小雨要分一半，要不然……”他的眼神变得阴毒，我们就把你的那些丑事都抖出来，让你在商界混不下去。丑事？我笑了，我有什么丑事？顾小雨低着头，声音很小：“明宇，你别逼我们，逼你们。”我拿出手机，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把柄，不过我这倒是有你们的把柄。手机屏幕上显示着几张照片。是顾小雨和一个男人在酒店门口拥抱的画面，
看到这些照片，顾小雨的脸瞬间变得惨白。你什么时候？他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。婚内出轨，顾小雨，你还真是给了我一个大惊喜。我的声音冰冷。这个男人是谁？你们交往多久了？丈母娘和小舅子看到照片也都愣住了。顾小雨想要解释，但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。根据婚姻法，婚内出轨的一方在离婚时应该净身出户。我冷冷地说，所以你们不但分不到我的财产，连之前给你们的钱我都有权要回来。小舅子听到这话彻底疯了。不可能，你这是陷害！他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刀，指着我，你必须分钱给我们，否则什么？我看着他手里的刀，心中反而更加冷静。丈母娘也站了起来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你有钱又怎么样？到了这里，你就是砧板上的肉。说着，他们三人开始朝我围过来。小舅子举着刀，眼神疯狂。姐夫，你别逼我们，我们真的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乖乖配合，我们绑你几天，等你家里人拿钱来赎，大家都好过。就在这时，包间的门突然被撞开，4个黑衣保镖冲了进来，为首的那个直接一脚踢飞了小舅子手里的刀。陆先生，您没事吧？保镖队长关切地问道。我摇摇头，没事，处理掉他们。小舅子被制服在地上，还在拼命挣扎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丈母娘和顾小雨也被2个保镖控制住，动弹不得。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丈母娘惊恐地看着我。我冷笑，从你们打电话约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你们没安好心。你们以为我会一个人来赴鸿门宴吗？保镖队长拿起地上的刀，语气严肃。陆先生，他们涉嫌绑架和持刀威胁，需要报警处理。报警吧！我看着瘫软在地上的3人，心中没有一丝同情。很快，警察赶到了现场，看着顾家3人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的心情出奇的平静。这就是贪婪的下场，也是他们应得的报应。法庭上，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，顾家3人无法抵赖。监控录像清楚地记录了他们企图绑架我的全过程。小舅子持刀威胁的画面更是被完整保留。被告人顾小静持刀威胁他人人身安全，涉嫌故意伤害罪和绑架罪。被告人张桂芳策划并参与绑架他人，涉嫌绑架罪。被告人顾小雨参与绑架他人，涉嫌绑架罪。法官宣读罪名时，我坐在旁听席上，心情异常平静。这就是他们的选择，也是他们应该承担的后果。听到法官宣判时，顾小雨终于崩溃了。明宇，你救救我！我知道错了。他哭喊着想要冲向我，但被法警拦住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，看在我们曾经的感情上，救救我！我静静地看着他，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曾经的感情，当他选择背叛我，选择和家人一起算计我的时候，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任何感情了。小舅子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，罪名是持刀威胁和参与绑架。丈母娘作为主犯，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顾小雨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走出法庭的时候，大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妍，都结束了。我点点头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是的，都结束了。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，都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报应，而我终于可以彻底告别过去，迎接属于我的全新生活。从此以后，我的世界里再也没有顾小雨，没有他的家人，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回忆。
我的人生在剔除了所有腐烂的部分后，终于迎来了真正的重生。午后的阳光透过办公室的落地窗洒进来，暖洋洋的。我处理完最后一份文件，伸了个懒腰，手机响了，是大哥打来的。妍妍，今晚有时间吗？我给你介绍个女孩子，人很不错。我笑了笑，哥，我现在挺好的，不急。那也行，不过总要开始新的生活，不是？挂断电话，我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街道。是的，该开始新的生活了。那些阴霾已经彻底散去，我的未来只会越来越光明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